大家，我是凯。今天要分享的生酮甜点食谱是超级简单的生酮焦糖布丁，做出来的质地顺滑，没有小气孔，配上微苦的焦糖，真的太好吃了。希望你们也一样喜欢。我的频道会在每周一和周四分享一款生酮、低碳、无糖的健康食谱。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次的分享哦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首先我们来称阿洛酮糖25克。做焦糖我们得用阿洛酮糖，任何其他代糖都做不到哦。如果没有阿洛酮糖的话，也可以省略这一步，等做原味布丁。我把代糖直接称在布丁的模具，因为最近买了电陶炉可以直接加热，你们可以煮了再倒入模具里。这个模具的直径是10公分，做出来的生酮布丁偏薄，供大家参考一下。加热后代糖开始慢慢融化，冒泡，然后颜色慢慢变深，这时候要小心别煮太焦，不然会太苦。差不多像这个颜色就可以倒入1汤匙的水，再搅拌融化。一定要记得加水，不然焦糖冷却会变得太硬，无法脱模。完全融化而且沸腾就可以离火，我们放一旁晾凉。这是焦糖最后的状态，是有流动性的，冷藏后还会变稠一些。这时候在碗里打入1颗蛋，用蛋抽搅散，直到像这样均匀，然后放一旁备用。这时候在锅里称100克的淡奶油和10克的代糖，这个代糖的量用的比较少，因为要配着焦糖一起吃。如果不加焦糖的话，代糖的量可以用25到30克。这时候可以预热烤箱150度 C， 然后在各大容器里倒入热水，等布丁会放在里面烤。烤箱预热好了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加热淡奶油和代糖。先加热淡奶油能减短烤的时间，这样布丁才会顺滑，没有小气孔。像这样冒泡沸腾后离火，慢慢加入蛋液里，边用打蛋器搅拌，防止蛋液凝固。导入的速度可以越来越快。加入少许香草精增香，搅拌。锅筛导入模具里，确保做出来的布丁质地顺滑。盖上锡纸，我们送烤箱烤45分钟。从烤箱拿出来放凉后，送冰箱冷藏1小时或隔夜。脱模就是这样的。我们的生酮焦糖布丁就做好了，是不是看起来很漂亮？布丁的质地是很顺滑的，焦糖的味道也非常浓郁。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分享，记得为这影片点个赞。那我们过几天见咯，拜拜。